有人問邱醫師說最近屁量比較多，放屁次數也增加，是不是身體出了什麼問題？放屁比較多也是大腸當中呢出現疾病的症狀之一。所以屁多的時候有3個解決的辦法。健康加財富，知足就是福。在今天節目開始以前，邱醫師想先請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是不是會經常放屁呢？如果你會經常放屁，請在下方留言區裡面打1；如果你很少放屁，請在下方留言區打2。今天的節目，不管對於經常放屁或者不常放屁的人都很有用哦，你一定要把節目看到最後。大家好，歡迎再度來到邱正弘談健康。今天邱醫師要跟大家談一個你每天都會遇到的問題就是放屁首先我們要知道為什麼人會放屁腸子當中、腸道當中，平常呢就大概有200cc 的這個氣體存在，加上我們人每天吞咽口水、喝水、吃東西也會吞下一些氣體，這樣的量呢，大概一天吞下去500cc 到1000cc 這麼多的氣體。第3個，這個氣體放屁的來源呢，就是腸道當中它的細菌所產生的氣體。我們知道腸道當中有2種細菌，一類叫做益菌，一類叫做害菌。那麼益菌呢，它的食物來源呢，是我們的一些膳食纖維、碳水化合物呢，到達了大腸當中，它消化以後產生這樣的氣體呢，多半都是二氧化碳。所謂的壞菌它的食物呢就是蛋白質就是說你肉吃多了，還沒有消化完全，這些肉屑呢可能會進到腸道當中。那麼這些壞菌產生的氣體呢，大概就是什麼？就是一些硫化氫或者是一些糞臭素這裡面的東西，聞起來就會很臭所以3個來源的氣體加起來呢，從肛門排出，我們就叫做放屁那放屁呢，跟打嗝其實是不一樣的這個打嗝呢，它的氣沒有經過腸道細菌的作用只是胃跟食道這邊的氣體因為我們知道胃跟12指腸有一個括約肌，那這個括約肌呢就會把小腸以下的氣體把它打住，所以打嗝出來的氣體並不是放屁，它只是胃還有食道當中的氣體從嘴巴出來，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誤會，以為說打嗝就是從上面出來的放屁這個是錯誤的觀念。有人說響屁不臭，臭屁不響，是真的嗎？這個答案其實是真的我們知道屁的這個量還有屁的氣味跟食物還有這個腸道當中的細菌有很大的關係。當食物中蛋白質含量高的時候呢，我們知道不消化進到腸道就會被壞菌當成食物。那壞菌當成食物以後產出來的氣體就包括硫化氫、糞臭素還有吲哚這樣的氣體，這個味道是很臭的，但是量呢並不會很多。可是食物當中呢，如果碳水化合物比较多呢，好菌呢就会把这些食物消化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的气体比较多，但是呢味道并不臭。当你的屁量很多的时候，通常就是因为二氧化碳的成分比较多，那从肛門中放出来以后就会比较響。那這樣的屁呢，因為糞臭素的含量低了，所以就比較不臭。反過來說呢，如果是壞菌的這個產氣比較多呢，那這種氣就比較臭，但是量比較少，所以呢悶屁就會比較臭，就是這個道理。所以說響屁不臭，臭屁不響。接下來要跟大家談為什麼放屁會比較多剛剛提過了，大腸當中呢有好菌也有壞菌，好菌呢就會產生好屁，壞菌呢就會產生壞屁。所以屁多了就要注意你的飲食內容還有腸道的機能。通常屁多的時候都是因為有過多的食物呢在小腸當中呢沒有被完全的消化吸收進到大腸，讓大腸當中的細菌有了食物以後才會產生過多的氣體。例如一般人吃到地瓜放屁會比較多，就是因為地瓜當中有很多抗性澱粉還有膳食纖維，在小腸當中呢沒有辦法完全消化吸收呢，被我們的食糜推入到大腸當中，所以大腸的細菌就有了食物，所以呢產生的氣體就會比較多，那麼這個時候放屁也會比較多。所以說吃了地瓜以後容易放屁，就是這個道理不過呢有時候放屁比較多也是大腸當中呢出現疾病的症狀之一。例如大腸當中有大腸癌的時候，有時候病人也會有連環屁的現象。所以屁多的時候有3個解決的辦法。第一個解決辦法呢，就是要多吃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
不要吃那些很粗纖維多或者膳食纖維多或者不容易消化吸收的這些食物呢，避免大腸中產生過多的氣體。第二個呢，就是用餐的速度呢要放慢，不要太快。為什麼呢？當我們咀嚼的充分，那麼到了小腸當中有充分的消化跟吸收，它就沒有多餘的食物殘渣跑到大肠當中，大腸中的細菌產氣就會降低。第三個就是飲食不要過量。飲食7分飽，在消化道、腸胃中就可以把食物完全的消化吸收，這樣子呢就不會腸道讓它產生過多的氣體。上面3個方法呢都可以改善屁多的問題，但是最後邱醫師要提醒各位，如果放屁比較多，同時伴隨有血便的現象的時候這就表示說大腸出了問題了，一定要找醫生幫你檢查一下，以確保你身體的健康。希望以上分享的訊息對你有所幫助，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按讚分享，打開小鈴鐺，獲取最新的訊息。我們下回再見，拜拜。那放屁呢，並不是這個從嘴巴出來的打嗝，放屁跟3、2。第3呢，就是飲食不要過量這個我們講飲食7分飽。那麼呢，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請在下面按個讚。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請按訂閱。下回見。